大梁京都流传着一件荒唐事：护国长公主云歌下嫁摄政王裴行之整整5年，至今竟未圆房。只因裴家有训，摄政王辅佐幼弟，关乎国运，凡遇大事必先观星问天，若星象不吉，行事必有血光之灾。裴行之为了能与云歌做真正的夫妻，夜登观星台98次，次次皆是大凶。京都的街头巷尾开始有了风言风语，长公主当年在边疆杀人如麻，一身戾气，怕是连天上的星宿都容不下她吧？可不是，一个女子在军营那种男人堆里混了5年，身子早就不干净了。裴大人这是嫌弃呢。裴老夫人对他的态度也日渐刻薄，周遭的冷言冷语成了家常便饭。裴行之每次都会严惩那些碎嘴的下人，更是在裴家宗祠长跪不起，待妻受过，逼得裴老夫人不得不收敛。第99次观星，云歌敛去气息，隐匿在观星台的衡量暗影中。他不忍见裴行之在为他受苦，指尖扣着一枚暗器，打算若星盘指向凶位，便暗中拨正。观星台内烛火幽微，檀香袅袅。裴行之沐浴更衣，焚香祷告后拨动了星盘。云歌还未出手，星针已定，指北为吉，星轨顺行，是上上大吉之兆。云歌看着那稳稳停住的星针，悬了5年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。他收起暗器，眼底泛起一丝名为幸福的羞涩，正欲转身离去，然而下方的裴行之却伸出手，修长的手指按在了星盘之上。他盯着那吉兆看了许久，忽然从袖中取出一幅画卷，画中少女正在放纸鸢，笑得肆意烂漫。他指腹摩挲着画中人的眉眼，低声道：如烟，塞外的风沙还没吹够吗？你就一点不想行之哥哥吗？随后他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但转瞬即逝，化为决绝。只见他手指轻轻一拨，将那指北的星针硬生生拨向了死门，吉兆瞬间变大凶。起身时，他对着虚空低喃：如烟，我再等你最后一次，第100次，我定要给云哥一个交代。原来如此。这一瞬间，云哥只觉得五雷轰顶，眼眶酸涩的厉害，一滴泪不受控制的砸落，正好滴在裴行之方才站立的地砖上，晕开一点深痕。门扇开合，外头传来裴行之清冷的吩咐声：把库房那尊玉观音送到夫人房里。随侍的心腹低声叹息，谁都明白，送礼安抚意味着今夜又是凶兆。夫人待咱们宽厚，难道真是什么天煞孤星转世？嘘，主子的事少议论。两人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云歌脑中一片轰鸣，回过神时，只觉手脚冰凉刺骨，众口铄金，击毁箫鼓。1次是天意，2次是巧合，可整整99次人为的天意，让整个大梁都忘了那个挽大厦于江青，单骑救主的护国长公主，只记了一个克夫克家的灾星云歌。窗外惊雷炸破，暴雨倾盆，云歌失魂落魄地行走在公道上。萧氏皇族凋零，幼帝尚且年幼，如今这世上，他满腹委屈，竟不知该向谁言说。殿下，雨大伤身。一把破旧的油纸伞遮住了他头顶的风雨。自从交出兵权嫁入裴府，殿下这个称呼他已许久未曾听闻。他茫然抬眸，竟不知不觉走到了玄武门。守城的将领是他当年从尸人堆里扒出来的老部下，依旧固执地唤他殿下。本宫要见皇上。从勤政殿出来时，雨过天晴，身后隐约传来宫人的窃窃私语：是我听差了吗？摄政王妃刚才在求陛下准她和离，自请去守皇陵，跟王爷闹别扭了。怎么可能？满京城谁不知道王妃爱王爷如命，哪怕守活寡守了5年都不肯离去。也是10年前北疆叛乱，朝中无人敢挂帅，按照组织，裴家作为辅政大臣，须置子于敌营以求和。那年王妃才14岁，为了保下裴行之，自请披甲上阵，在死人堆里滚了5年，一身伤病换回了裴行之的一条命。是啊，5年前大婚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，10里红妆铺满了长街，王爷更是当众立誓此生不纳2色。3年前有刺客行刺王妃，王爷可是挡了一刀，差点没命。上个月裴家旁支有个小辈对王妃不敬，王爷二话不说直接动了家法，谁敢说他们不恩爱？听着这些议论，云歌扯了扯嘴角，眼底的嘲讽如野草般疯长。是啊，全天下都以为他和裴行之是神仙眷侣，青梅竹马，过命的情分。边疆5年，是他一封封家书支撑着他熬过漫漫长夜，却不曾想，在他浴血奋战的5年里，他早已爱上了恩师寄养在府中的孤女。他记得他在信中提过此事：恩师临终托孤，其女如烟，身世堪怜，见他便如见你在边关受苦，心如刀绞，愿无期平安，吾在京都候你归来。从此家书中多了一个名字，柳如烟。今日教如烟抚琴，他竟把琴弦崩断了，甚是顽劣。如烟贪嘴，
偷喝了埋在树下的梨花白，最后竟要上房揭瓦。他不是没怀疑过，可他凯旋那日，裴行之以半副銮驾相迎，眼中满是缱绻深情，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。直到今日，他才明白，原来他不仅是为了柳如烟守身，更是为了那个女人的名分，任由她一次次陷在流言的泥沼中腐烂。身为摄政王妃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皇姐，你若执意和李守灵，此生便再难踏入红尘半步。朕给你5天时间，若你后悔了，随时来找朕。想起幼帝稚嫩却担忧的眼神，云歌望向裴府的方向，低声呢喃：绝不后悔。云歌踏入府门时，湿透的衣衫紧贴在背脊，寒意渗进骨缝。贴身侍女轻鸾眼间，惊喜地朝屋内喊道：夫人回来了。话音未落，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，裴行之大步流星地走来，不顾他一身雨水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源源不断的暖意透过湿冷的布料传来，他的声音里满是责备与心疼。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？快进屋，我让人备了热水。无碍，他淡淡应道，声音冷得像淬了冰，不动声色地从他怀中挣脱。进宫了一趟。裴行之眼底掠过一丝异色，却未深究他进宫的缘由，只是忙着吩咐下人煮姜茶，又拿过干布巾要给他擦拭发丝。他的手刚碰到他的衣领，想要帮他解开湿衣，云歌几乎是本能的后退一步，避如蛇蝎。成婚5载，有名无实。裴行之平日里最是克己复礼，偶尔的指尖相触都能让他面红耳赤。可此刻，他只觉得胃里翻涌。这些琐事让青鸾来就好。裴行之的手僵在半空，眼底闪过一丝错愕与慌乱，但很快便恢复了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，收回手道：也好，别着凉了。她是长姐，亦是裴家看着长大的半个儿媳。少时的裴行之是名满京都的端方君子，却只会在他面前失态。他会为了他爬树摘果子摔断腿，也会在他练剑受伤时红着眼眶给他上药。云哥，以后这刀枪剑戟我替你打，你只管躲在我身后。后来他凯旋，他十里红妆相迎，待他更是无可挑剔。可他总觉得两人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雾。如今雾散了，露出的是鲜血淋漓的真相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少年，终是在他缺席的岁月里，把心给了别人。一滴泪滑落，悄无声息地引入水中。云歌收拾停当，斜倚在软榻上。明明屋内烧着地笼，他却觉得周身寒彻。裴行之端着一碗姜汤进来，白瓷勺轻轻搅动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将碗递到他唇边，温声道：趁热喝，驱驱寒气。云歌没有张口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黑褐色的汤汁，忽然问道：今日观星可是吉兆？屋内死一般的寂静。裴行之垂下眼帘，喉结滚动，良久才吐出2个字：凶兆。云歌抬眸，目光如2把利刃，直直刺入他的眼底。裴行之心头一跳，下意识避开了他的视线，强笑道：我们还年轻，此次之事不必急于一时，朝局未稳，我不想分心。云歌放在膝上的手猛地收紧，指甲陷入掌心。裴家嫡枝单传，老夫人催得紧，不如我们。那句合离还在舌尖打转，门外突然传来管家的通传声：夫人，老夫人请您去福寿堂一叙。裴行之眉头瞬间抿成了川字。这几年母亲因为子嗣的问题愈发偏激，此刻找他并没好事。我陪你去。他不容置疑地起身：不必。云歌侧身避开，却被他抢先一步握住了手腕，另一只手熟练地替他理了理鬓边的碎发，语气宠溺：有我在，谁也不能给你委屈受。记忆重叠，仿佛回到了少时他闯祸后，他也是这般护着他。心口传来钝痛，像是有把钝刀在细细地磨。两人刚走到院门口，裴行之的贴身侍卫莫影满脸喜色地奔来，见到云歌在场，那笑容僵在脸上，显得格外滑稽。裴行之脸色一沉，呵斥道：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冲撞了夫人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莫影连忙告罪，凑到裴行之耳边低语了几句。云歌习武多年，耳力过人，那几个字清晰地钻入耳膜。爷，有小姐回来了，车马已至城外10里亭。裴行之面色未变，握着云歌的手却猛地一紧，暴露了他内心的狂澜。云歌在心里默数：1、2、3，果然刚数到3，手腕上一松，裴行之满脸歉意：云哥，兵部有份紧急军报送达，我需立刻处理，你先去母亲那里，我处理完马上就来接你。说完，不等云歌回应，他便带着墨影大步流星地朝府外走去，背影透着从未有过的急切。云歌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背影在视线中模糊，眼底一片荒凉。到了福寿堂，他并没有被带去正厅，而是直接进了小佛堂。自从那个旁支子弟因辱骂他被裴行之动用家法打残后，老夫人便再也没给过他好脸色。厚重的经书早已备好，没有笔墨。秦嬷嬷皮笑肉不笑地递上一把匕首：老夫人说了，99次皆是大凶，定是夫人杀孽太重，
冲撞了神灵，寻常笔墨无法消除业障，唯有以血抄经，方显诚心。刀尖划破指尖，嫣红的血珠滚落，在宣纸上晕染开来。云哥看着那刺目的红，神思恍惚。曾经，这位老夫人也是真心疼爱过他的。他出朝时手足无措，是老夫人温声安抚。他出征前，老夫人哭红了双眼，在佛前跪了一夜求平安符。可随着一次次凶兆的降临，随着裴行之一次次为了护他顶撞母亲，那份疼爱终究被消磨殆尽，只剩下满腔的怨怼。直到食指指尖皆血肉模糊，云哥才停下笔。更漏声响，已是3更天。裴行之果然没有来，心底最后一丝名为期盼的火苗彻底熄灭。云哥拖着麻木的双腿，一步步走向裴行之居住的主院听雪轩。还未走近，一阵娇软的笑声便穿透夜色，如针般扎进耳朵。院门半掩，他透过缝隙看去，平日里高不可攀、洁癖慎重的摄政王，此刻正单膝跪地，一手捧着一只血足，一手拿着温热的帕子细细擦拭，动作轻柔虔诚，仿佛捧着的是稀世珍宝。云哥扶着门框的手指微微颤抖，指尖的伤口崩裂，鲜血染红了木纹。少女羞涩地缩了缩脚，行之哥哥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一路抱着我回来，连一脚都没湿，我哪有那么娇气？裴行之却强硬地握住他的脚踝不放。若是着了凉，心疼的是我。如烟，你若是再敢不告而别，我就把你锁在这府里。行之哥哥，听说你娶了长公主，我……柳如烟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几分试探。这摄政王府的女主人永远是你，你忘了我对你的承诺。裴行之拿起一旁的罗袜，准备亲自为她穿上。抬眸的瞬间，他的动作骤然僵住。门口，云哥如同一抹幽魂，不知站了多久。裴行之脸上的柔情寸寸皲裂，化作一片慌乱。云哥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想要冲过来，手里却还抓着那只罗袜，显得无比讽刺。当视线触及他还在滴血的手指，他瞳孔一震，下意识伸手去抓，却被云哥侧身避开。他将双手背在身后，语气平淡：“这就是王爷说的紧急军报。”裴行之一滞，眼神闪躲。这军报处理完了。如烟在城外遇了雨，她是恩师遗孤，身体又弱。我母亲毕竟年纪大了，你多担待些。云哥正欲开口，一道娇俏的身影却挽住了裴行之的手臂。柳如烟探出头，声音清脆如黄鹂：“这就是嫂嫂吧？真的和我长得好像呢。”面对这明晃晃的挑衅，裴行之非但没有推开，反而将他护在身后，转而将他打横抱起，放在软椅上。地上凉，怎么又不穿鞋？我这不是急着见嫂嫂吗？行之哥哥，你别凶我，不然嫂嫂该误会了。柳如烟冲着门口的云哥露出一抹胜利者的微笑，天真又残忍。两人之间那种旁若无人的亲昵，像是一堵无形的墙，将云哥隔绝在千里之外。他再也看不下去，转身离去。回到自己的院落落梅居，青鸾正在院中焦急踱步，见到云哥满手鲜血，吓得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青鸾一边哭一边手忙脚乱地找药箱。那些杀千刀的怎么能这么作践您？看着那双红肿不堪的手，青鸾哭得更凶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奴婢看着都替您心疼。云哥看着铜镜中那个面色苍白的女子，缓缓开口，声音虽轻却掷地有声：“收拾东西，5日后我们搬去皇陵。”青鸾手里的药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他猛地抬头，眼里的泪还挂着，却迸发出惊人的亮光。真的，殿下想通了。随即他又担忧道：“可是按照祖制，摄政王妃无过不得离府，除非……”我和裴行之合离。青鸾愣了一瞬，随即破涕为笑，狠狠抹了一把脸。太好了，奴婢早就受够了这鸟气，这裴府就是个吃人的魔窟。姑爷，裴行之他根本配不上您。连青鸾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唯独他被年少的情意蒙蔽了双眼，作茧自缚了整整5年。裴行之既然不爱，当初为何要用那样盛大的誓言将我囚禁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？翌日清晨，膳厅精致的早膳摆满了一桌，裴行之正将包好的虾仁放入柳如烟碗中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柔：“多吃点，太瘦了。”柳如烟娇嗔地皱了皱眉，目光流转，落在对面低头喝粥的云哥身上，脸上扬起一抹无害的笑：“嫂嫂别见怪，行之哥哥以前照顾我习惯了，总把我当小孩子宠。”他顿了顿，转头看向裴行之，似嗔似怨：“行之哥哥也是，别光顾着我，也给嫂嫂夹菜呀。”裴行之闻言无奈一笑，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尖：“你嫂嫂是领兵打仗的人，性子如钢似铁，哪里需要人照顾？倒是你像个琉璃娃娃，碰不得摔不得。”这番话如同一根毒刺，精准地扎进云哥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他握着勺子的手微微一颤。曾几何时，那个少年也曾心疼地拉着他的手说：云哥，就算你成了大将军，在我这儿也永远是可以撒娇的小姑娘。原来那只是年少轻狂的戏言，如今他是钢铁，那个柳如烟才是他心尖上的琉璃。看来我来的不巧，打扰了这天伦之乐。一道苍老却威严的声音响起。云哥抬眸，心头微酸。裴老夫人鬓边银丝更多了，身形佝偻，被秦嬷嬷搀扶着，手里拄着一根龙头拐杖。他本想上前行礼，却见一道鹅黄色的身影如蝴蝶般扑了过去，亲昵地挽住老夫人的胳膊。如烟回来了，如烟好想您。裴老夫人原本紧绷的脸瞬间舒展开来，拍着柳如烟的手连声道：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我的心肝肉哦。他的目光淡淡扫过僵立在原地的云歌，视线在他缠着纱布的手上停留了一瞬，便冷漠地移开，仿佛多看一眼都嫌晦气。席间，柳如烟妙语连珠，哄得老夫人笑声不断。说到柳如烟在外漂泊无依时，老夫人脸色一肃，目光锐利地看向裴行之。如烟年纪不小了，又是你恩师唯一的血脉，总不能一直这么没名没分地住在府里，这以后怎么嫁人？裴行之放下筷子，脸色微沉。母亲，如烟还小，此事不急，儿子自有安排。老夫人冷哼一声，手中拐杖重重顿地，不悦之色溢于言表。柳如烟眼圈一红，委屈地放下碗筷跑了出去。裴行之二话不说，起身就追，经过云哥身边时，连个眼神都没给。老夫人气得胸口起伏，瞪了云哥一眼，也在嬷嬷的搀扶下离开了。云哥将碗中早已凉透的粥喝完，起身离席。路过花园假山时，那个熟悉的声音让他脚步一顿。如烟，别走。裴行之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慌乱与乞求。行之哥哥，放手吧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你已娶了嫂嫂，我们有缘无分。柳如烟哭得梨花带雨。不。裴行之情绪失控，脱口而出：我娶她不过是为了逼你回来。当年你留书出走，我找你找得快疯了，我只能用那场轰动全城的婚礼做饵，赌你会出现。字字句句如万箭穿心。原来那场令他铭记一生的婚礼，那10里红妆，不过是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设下的局。柳如烟似是被镇住，喃喃道：可你们毕竟是夫妻。不是。裴行之急切地剖白，仿佛要将心掏出来给他看。这5年我从未碰过他，那99次大凶之兆都是我为了为你守身故意改的，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行之哥哥，柳如烟扑进他怀里，声音卑微：可我身份低微，怎么比得上长公主尊贵？裴行之紧紧拥着他，声音冷酷得令人发指：萧家皇权旁落，早已是强弩之末，他不过是个没用的空架子，你有我，整个裴家都是你的后盾。说罢，他俯身深情地吻住了怀中人。云哥站在假山后的阴影里，全身血液逆流，十指连心的痛楚早已麻木，因为心已经碎成了齑粉，再也拼凑不。午后，日头正好，池畔锦鲤争食。嫂嫂好兴致。云哥没有回头，柳如烟那甜腻的声音便已到了耳畔。她换了一身流光锦的裙子，更衬得人比花娇。嫂嫂不愧是女中豪杰，听到了那样的真相，竟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在这里喂鱼。云哥撒下一把鱼食，语气波澜不惊：你想如何？柳如烟眼唇轻笑，眼底却是彻骨的寒意。自然是请嫂嫂归还原本属于我的位置。若非当年我负气出走，这摄政王妃的凤冠怎么会落到你头上？云哥转身，目光如炬：凤冠？你以为这位置是靠恩宠坐稳的？没有我萧云哥在边疆拼死守住裴家的兵权，裴行之早就死在政敌手里了。柳如烟脸色一变，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道：那又如何？行之哥哥爱的是我，这就够了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突然抓住云哥的手腕，身子猛地向后仰去，凄厉尖叫：嫂嫂！扑通2声，两人同时落入冰冷的池水中。如烟，一道黑影如离弦之箭般冲了过来，裴行之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，奋力游向那个在水中扑腾的身影。经过云哥身边时，他甚至连一丝余光都未曾施舍。裴行之抱着浑身湿透、瑟瑟发抖的柳如烟上了岸，回头看向还在水中沉浮的云哥，眼神冷得像看一个死人。萧云哥，若是如烟有半分闪失，我要你偿命。云哥看着他们相拥离去的背影，突然笑了，笑声混着呛入喉管的池水，凄厉而绝望。回到落梅居，云哥当晚便起了高热，梦里是一片血色的红，那是5年前的大婚，也是边疆5年的烽火。他分不清那是洗烛的光，还是战场的血。耳边传来压抑的哭声，将他从混沌中拉回。他费力睁眼，看到青鸾哭肿的眼睛。殿下，你醒了。
那个负心汉太过分了，把府里的大夫全叫去了听血宣，说柳姑娘受了惊吓，您烧得这么烫，却无人问津。云哥心如止水，轻轻拍了拍青鸾的手，别哭了，无妨，反正也要走了。什么要走了？房门被大力踹开，裴行之满身戾气地闯了进来。看到他苍白的脸色，他脚步一顿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怔忡。你病了？青鸾再也忍不住，霍地起身挡在床前。同样是落水，凭什么柳姑娘那边太医围了一圈，我家殿下就活该病死吗？裴行之脸上闪过一丝狼狈。云哥示意青鸾退下，屋内只剩2人。裴行之清了清嗓子，语气生硬：抱歉，我不知你病得这么重。如烟身子弱，你是习武之人，我以为你扛得住，况且是你推他在先。云哥只觉荒谬至极。我为何要推他？他直视着他的眼睛，目光清亮的让他心虚。裴行之，给我一个理由，还是说你们做了亏心事，所以理所当然的觉得我会报复？裴行之被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。不管怎样，如烟落水，我有责任。为了救她，我已与她有了肌肤之情，我打算娶她做平妻，以后你们不分大小，共同执掌钟馗。屋内死寂。就在裴行之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妥协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：裴行之，我们和离。或离。这2个字像火星子一样烫到了裴行之，他瞬间暴怒，之前的愧疚荡然无存。他几步逼近床前，居高临下的质问：因为你，如烟名节受损，你想逼死他吗？因为你身带煞气，裴家至今无后，母亲为了这事已经魔怔了，你想逼死他吗？还是说你想借着和离，让天下人骂我裴行之忘恩负义，抛弃糟糠？萧云哥，你何时变得如此恶毒算计？3顶大帽子扣得严严实实，他将所有的过错，所有的责任统统推到了他身上。云哥听着听着，忽然低低地笑出了声，笑声嘶哑，却透着彻骨的寒凉。裴行之，原来人真的会在某一刻觉得自己爱过的人无比恶心，恶心到连带着曾经付出的真心都变成了一滩烂泥。裴行之脸上的怒容瞬间僵住，这句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他脸上，将他那层名为深情的遮羞布扯得粉碎。他狼狈地后退一步，不敢再看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，转身落荒而逃。疯了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次日，摄政王府的钟馗之权便大张旗鼓地移交到了柳如烟手中。裴行之为了给柳如烟立威，更是特许她在府内行使半个女主人的权利，出入皆有亲兵护送。关于云哥是天煞孤星、克夫克国运的流言在京都甚嚣尘上，云哥心中明镜一般，这是裴行之在逼他低头。青鸾气得在房里摔了茶盏，云哥却异常平静。他只是坐在窗下，用一方素帕细细擦拭着那柄伴随他征战多年的斩恶剑，剑身寒光凛凛，映照出他那双已无波澜的眼眸。反正再过几日，他便会离开这座牢笼，此生不复相见。直到一名留守萧家旧宅的老家将浑身是血的闯入王府，跪倒在问尼居前，哭声震天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有人在老将军的灵前。云哥手中动作一顿，长剑铮然入鞘，他豁然起身，眼底杀意翻涌，策马狂奔至城郊十里坡，那是他外祖父前朝大将军沈傲的埋骨之地。当年父皇忌惮沈家军功，外祖父死后只能草草葬于此处。此刻暴雨如注，泥泞满地，眼前的景象让云哥目眦欲裂。外祖父的墓碑被砸得粉碎，断裂的碑石散落在污泥中。几个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正挥舞着沾满黑狗血的铁鞭，对着露出的棺椁疯狂抽打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：打，给我狠狠地打，养出这么个祸国殃民的灾星，死了也别想安生，这是替天行道。那一刻，云哥脑中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。找死！他厉喝一声，身形如电，猛地夺过其中一人的铁鞭。积压了5年的委屈、愤恨、绝望，在这一刻化作滔天的杀意。鞭影如龙，呼啸着卷向那些恶徒。杀人了！灾星杀人了！起初那些人还敢叫嚣，可当他们看清云哥那双赤红如修罗的眼睛时，恐惧终于占了上风。但为时已晚，云哥招招狠辣，却又不取性命，只断其手脚，让他们在泥泞中痛苦哀嚎。雨水冲刷着满地狼藉，混合着血水，汇成一条蜿蜒的小溪。云哥力竭地跪倒在破碎的墓碑前，颤抖着双手，试图将那些碎石拼凑起来，却怎么也拼不回外祖父那个威严的名字。他终于崩溃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墓碑，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悲鸣，哭声穿透漫天雨幕，在空旷的荒野久久回荡，如杜鹃啼血，闻者心惊。当裴行之带着人马匆匆赶到时，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人间炼狱般的景象。云哥跪在暴雨中，浑身湿透，发髻散乱，如同一个破碎的瓷娃娃，正徒手在污泥中挖掘着什么，
指尖早已血肉模糊。裴行之的心脏猛地收缩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夹杂着恐慌从脚底窜起。流言确实是他默许的，想借舆论逼他服软，可他绝未想过，竟有人敢动沈老将军的陵墓，那可是大梁的军魂。他强压下心头的心悸，快步上前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：云哥，不是我，此事我定会严查，必将幕后黑手碎尸万段。他伸出手，想去扶起那个在泥泞中瑟瑟发抖的身影，手还未触碰到衣角，便被云哥狠狠挥开。滚！他缓缓抬起头，雨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，那双曾经盛满爱意的眼眸，此刻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败和淬入骨髓的恨意。裴行之被这眼神刺得心脏骤停，竟硬生生后退了半步。裴行之，我同意了。他的声音极轻，很快被雨声吞没，却像一道惊雷劈在裴行之耳边。这句话不像妥协，更像是一道最终的判决书。裴行之的第一反应不是得偿所愿的欣喜，而是巨大的即将失去什么的恐慌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只发出一句苍白的承诺：我这就去查清凶手。说完，竟像是逃避那双眼睛一般，狼狈地转身离去。摄政王府开始张灯结彩，为即将到来的大婚做准备。裴行之亲自下令，此次迎娶平妻的规格必须与当年迎娶正妃无二，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还要更胜一筹。他要向全天下证明，只要他想，他能给柳如烟最好的一切。红绸如火，灼烧着整个王府。看着这满目喜庆的红，裴行之心里却是空落落的。闭上眼，全是云哥那双死寂的眼睛和他在雨中拼凑墓碑的背影。即便柳如烟笑靥如花地依偎在他怀里，规划着未来的美好蓝图，他也压不住心头那股莫名的烦躁。他开始疯狂地插手婚礼的每一个细节，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。与前院的热闹喧嚣不同，落梅居安静的像是一座坟墓。云哥坐在窗前，手中正缝制着一副护膝，针脚细密，用料厚实。裴老夫人身边的秦嬷嬷来了，这次她没敢摆之前的架子，恭恭敬敬的行礼后，请云哥去福寿堂说话。行至门口，便听见瓷器碎裂的脆响，紧接着是老夫人冷厉的声音：所以这些年你一直与我不对付，甚至为了那个女人顶撞我，不是为了维护云哥，而是因为你觉得当初是我逼走了柳如烟，你在报复我。秦嬷嬷脸色尴尬，正欲通报，云哥却面无表情地推开门，径直走了进去。看到突然出现的云哥，裴行之脸上的错愕瞬间凝固，震惊、慌乱、难堪，各种情绪交织，让他那张清俊的脸显得格外精彩。云哥，他试图开口解释，云哥却连余光都未给他，只是客气疏离地朝老夫人微微颔首，然后越过他，再下手坐定，沉默地等着老夫人的发落。你身为摄政王妃，这种时候怎么能置身事外？那平妻这种事，哪有让夫君亲自操持的道理？传出去也不怕让人笑话。老夫人强压怒火，试图找回长辈的威严。云哥抬眸，目光淡淡地扫过裴行之那张写满心虚的脸，轻声开口：王爷早就将钟会之权交给了柳姑娘，柳姑娘是王爷的心尖宠，他们的婚礼想必是不愿让我这个灾星插手的。裴老夫人被噎了一下，眸光一转，紧紧盯着云哥。这么说，你是真的同意了？裴行之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看向他，袖中的手紧紧攥成拳。云哥神色淡漠，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，平静地吐出2个字：同意。裴老夫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作为过来人，他太清楚这般反应意味着什么，哀莫大于心死。这并非大度的妥协，而是彻底的放弃。老夫人眼中最后一点金光暗淡下去，无力地挥了挥手，颓然道：罢了，随你们去折腾吧。云哥起身，没有丝毫留恋，转身离去。裴行之看着那个决绝的背影，内心的恐慌如野草般疯长。他下意识地追了出去。门口，云哥将那副刚刚缝好的护膝递给秦嬷嬷。老夫人有腿疾，每逢阴雨天便疼痛难忍。以后我不在府里，劳烦嬷嬷多加费心。你不在府里，要去哪里？萧云哥。追出来的裴行之正好听到这句，心头一跳，厉声问道。云哥置若罔闻，转身继续朝落梅居走去。裴行之却像是着了魔，喋喋不休地跟在他身后，一直跟到了院门口。你把话讲清楚，你是要回萧家老宅住吗？那里早就荒废了，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。你回去做什么？云哥，你理理我好不好？云哥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，一滴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碎在青石板上。异地5年，成亲5年，这好像是10年来裴行之第一次用这种近乎卑微的语气求他理他。裴行之走到他面前，那双平日里运筹帷幄的眼睛里，此刻竟带着一丝少年般的慌张。
我和如烟刚成亲，你就出府别居，这让外人怎么看？让如烟以后如何在京都立足？云哥的心如古井无波，裴行之却还在自顾自地说道：如烟不懂那些内宅弯绕，终归还是要交给你打理的。你依然是这王府唯一的当家主母，只要你以后不为难如烟，我会……他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耳根微红。我会好好补偿你的，我和如烟的孩子也会记在你名下，尊你为嫡女，你不用担心老无所依。院门重重地在他面前合上，带起的风扬了他一脸灰尘。萧云哥，你别后悔。裴行之对着紧闭的大门怒吼，掩饰着内心的不安。明日便是云哥离开的日子，亦是裴行之迎娶平妻的大喜之日。落梅居内空荡荡的，只剩下几件大件家具。云哥坐在火盆前，面前摆着2口樟木箱子，那里面装着这20年来裴行之送他的所有物件。7岁那年他在集市上买的拨浪鼓，及笄礼上他亲手雕的玉簪，出征前他赠的护心镜，还有成亲后那些名贵却冰冷的金银首饰，他一件件拿出来扔进火盆，火焰吞噬了回忆，发出噼啪的声响，映照着他忽明忽暗的脸。最后他手里只剩下一个精致的紫檀木匣子，那是他在边关5年唯一的精神支柱，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裴行之的家书，从最初的1日1封事无巨细的叮嘱，到后来数月1封寥寥数语的敷衍。他捻起1封，连同那精美的火漆一同丢入火海，纸张卷曲焦黑，化作灰烬，随着热浪盘旋升空，如同死去的蝴蝶。你在烧什么？准新郎裴行之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一身大红喜服，衬得他身姿挺拔，却也刺眼夺目。没什么，不过是一些不要的旧物，带着也是累赘。云哥头也未回，声音淡得听不出情绪。裴行之看着那跳动的火焰，心里莫名一阵发慌。不知为何，当柳如烟穿着凤冠霞帔站在他面前时，他脑海里浮现的竟全是5年前云哥大婚时的模样。那时他满心算计，只顾着留意柳如烟的消息，根本没仔细看过那个为他穿嫁衣的女子。此刻那模糊的记忆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，像是一根刺扎在心口拔不出来。云哥，我昨夜又关心了，这次是真的急挂。他不等云哥回应，像是急于证明什么，自顾自地说道：你看，我刚决定要给如烟名分，星象就大吉了，连老天都在暗示，他不是来拆散我们的，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等明日礼成，我们也挑个吉日圆房，我裴行之此生为父，天下不负你2人。如烟年纪小，你多让让他，我们3个好好过日子。云哥的胃里一阵痉挛，强烈的恶心感涌上喉头。他转过身，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只觉得荒谬可笑。裴行之，这世间的情爱太挤了，容不下3个人。说完，他起身回屋，将那扇门彻底关死。裴行之盯着紧闭的房门许久，眼底的阴霾越来越重。他招来贴身小厮墨影，去搜罗些孤本兵书，还有塞外进贡的弯刀，明日给夫人送来，他最喜这些。墨影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主子的脸色。王爷，奴才瞧着夫人这次是真的伤透了心，谈会不会离开啊？裴行之沉默了片刻，眼底闪过一丝笃定。摄政王一脉，家眷接受皇命监管，不可擅离京都。萧家早已无人，他能去哪儿？他只是在闹脾气，等我哄哄就好了。云哥娶了如烟，偿还了恩师的情分，我此生便再无遗憾，往后余生我定会加倍补偿你。翌日清晨，天蒙蒙亮，摄政王府内鼓乐喧天，红绸铺地，无人注意，2匹快马悄无声息地从王府后门疾驰而出，直奔德胜门而去。马背上，云哥回头望了一眼那座巍峨的城楼。5年前，他鲜衣怒马，凯旋归来，万民欢呼，以为是幸福的起点。如今，他背负着灾星的骂名，像个丧家之犬般仓皇离去，心底的酸涩涌上眼眶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马背上挂着的包裹，那是外祖父残存的几块碑石。外祖父，云哥不孝，带您回家，从此天高海阔，再不回这伤心地。驾！皇姐留步！一道清亮的声音在城门下响起。云哥勒马，震惊地看着那个身穿龙袍的少年，那个平日里唯唯诺诺被裴行之架空的幼弟，此刻竟带着他昔日的旧部在此等候。少年皇帝眼眶通红，捧着一杯送行酒走到马前，声音哽咽：皇姐，是朕无能，护不住你。朕知道这京都是你的牢笼，今日朕亲自为你送行，谁敢拦你便是抗旨。远处又有一辆马车疾驰而来，马车还未停稳，秦嬷嬷便连滚带爬地跳了下来。殿下，殿下留步！她气喘吁吁，将一个温热的食盒高举过头顶，涕泪横流。这食盒里的点心是老夫人银石变起来亲手做的，都是您爱吃的。之前逼您用血抄经，是老奴猪油蒙了心，自作主张。殿下要恨就恨老奴吧，千万别怨老夫人。云哥看着那个食盒，眼泪终是没忍住滚落下来。他没有去接，只是隔着一段距离，朝着马车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。车帘微动，隐约可见一只枯瘦的手紧紧抓着窗棂。
嬷嬷，替我转告老夫人。他仰头喝进杯中酒，将酒杯狠狠摔碎在地上。出发。马蹄声碎，烟尘滚滚。年轻的皇帝看着姐姐离去的背影，拳头紧紧攥起。皇姐，你放心，总有一日，朕会夺回这江山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回来。王府内吉时将至，新郎却突然不见了踪影。看着满府的红灯笼，听着喧天的贺喜声，裴行之只觉得胸口闷得发慌，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被生生剥离。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落梅居，这里曾经住着他最爱的人。此刻院子里静得可怕，他推开房门，屋内空空如也，连一丝人气都没有。几个片段在他脑海中闪过，他决绝的眼神，他烧掉的旧物，他昨夜那句太急了。巨大的恐慌瞬间吞噬了他，他跌跌撞撞地跑到那棵桃花树下，火盆早已冷却，灰烬中几片未烧尽的残纸随风飘荡，依稀可见无期云歌亲启的字样，那是他的字迹。他连这些都不要了。王爷，王爷！莫影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不好了，夫人和青鸾一早便骑马出城了，往北边去了。喜堂之上，高朋满座，裴行之像是失了魂魄，机械地被司仪引导着，牵着红绸的另一端。红绸那头是满心欢喜的柳如烟。一拜天地。裴行之木然地弯下腰。二拜高堂。主位上空荡荡的，老夫人托病未出，云歌更是早已人去楼空。有细心的宾客开始窃窃私语，这排场倒是大，可正经长辈和主母都不在，这哪里是娶平妻，分明就是纳妾嘛。柳如烟听着那些闲言碎语，盖头下的脸扭曲了一瞬，她一把扯下盖头，厉声道：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请老夫人！就在这时，一声尖锐的唱报声穿透喜堂，圣旨到摄政王裴行之接旨。柳如烟眼睛一亮，心中狂喜。裴行之之前说过要为他请封诰命，没想到皇上会在大婚之日颁旨，这下谁还敢看轻他？众宾客纷纷跪地，传旨太监展开明黄色的圣旨，声音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摄政王裴行之与护国长公主萧云歌成婚5载，缘分已尽，今裴行之另结新欢，长公主自请和离，朕念其旧勋，特准所请，解婚姻之约，断夫妻之情。即日起，萧云歌恢复镇北神将之职，赐尚方宝剑，重掌北疆30万铁骑，即刻离京赴任。钦此。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裴行之的胸口。满堂哗然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眼底的震惊掩饰不住。不是请封诰命，是和离圣旨，而且是长公主自请和离，甚至重掌兵权。裴行之跪在地上，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。那一刻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自请和离4个字。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，他之前的平静不是妥协，是告别。他说太急了，不是在使性子，是真的不要他了。为什么？20年的情分，难道就抵不过一个柳如烟吗？杭之哥哥接旨啊！柳如烟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压低声音提醒，眼底却藏着得意的笑。虽然不是诰命，但那个碍眼的女人终于滚了，以后这王府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了。滚开！裴行之猛地挥手，一把甩开了柳如烟。柳如烟猝不及防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凤冠歪斜，狼狈不堪。裴行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也顾不上什么圣旨礼仪，疯了一般冲出了喜堂，直奔马厩。王爷，您去哪儿？身后传来管家焦急的呼喊，他充耳不闻，翻身上马，扬鞭疾驰。萧云歌，你不能走，你凭什么一声不响就走？城外官道上，云歌勒马回望，只见远处尘土飞扬，一队黑甲骑兵如钢铁洪流般滚滚而来，为首一员小将，银盔亮甲，英姿勃发，正是他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少将军谢林。末将谢林率镇北军3000精锐，恭迎大将军回营。谢林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，声音铿锵有力：恭迎大将军回营。3000铁骑齐声高呼，声震云霄，惊起林中飞鸟。这久违的杀伐之气，让云歌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这才是属于他的世界，不是在那深宅大院里绣花，而是在这广阔天地间纵横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云歌朗声大笑，策马扬鞭。裴行之赶到时，只看见那滚滚烟尘中，那个红色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像是一团烈火，即将烧尽他最后的希望。云歌，他嘶吼着，想要策马追赶，数柄长枪交叉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几名黑甲亲卫面无表情地拦在路中。摄政王留步，前方乃军事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擅闯。滚开，我要见他。裴行之双目赤红，状若疯虎。王爷若是再往前一步，休怪末将枪下无情。裴行之被逼得连连后退，眼睁睁看着那抹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。他颓然跌下马背，跪在尘土中，双手死死抓着地面的黄土，指甲崩裂。云哥，我真的求到极挂了，为什么要走？